第17章，一个自我牺牲的女孩。那一个星期，家里表现出来的善良和美德，足够惠及整个街坊。看到这一切真是令人欣慰，每个人似乎都处于最佳状态，自我牺牲成了一种时尚。但是，在对父亲病情的最初焦虑过去之后，姑娘们渐渐放松了她们那些令人钦佩的好习惯。慢慢地又回到了往日的常态。他们并没有忘记那个座右铭，但保持希望和努力工作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容易。经过如此巨大的努力之后，他们觉得自己应该休息一下，于是便休息了。乔因为没戴帽子而感冒了，他的头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能起保护作用了，不得不待在家里养病，因为马奇姑妈不喜欢听他带着鼻音读书。这对乔来说再好不过了。他把屋子从阁楼到地窖翻了个底朝天之后，便蜷缩在沙发上，用书和药来治疗感冒。艾米发现家务活和艺术创作无法兼顾，于是又回到了他的泥塑创作中。梅格每天都去金家做些针线活，或者假装在做，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给母亲写长信，或者阅读从华盛顿寄来的信。贝斯则继续料理家务，只是偶尔会偷点小懒，或有些担忧。他每天都按时完成自己的任务，而且常常也把姐姐们容易忘记的事情一并做了，但家里却像一个没了钟摆的钟一样运转失灵。当他思念母亲或为父亲担忧时，他会走到一个特定的衣柜前，把脸埋在某件衣服的褶皱里，悄悄地哭一会儿，然后默默地祈祷。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度过那些悲伤时刻的，但所有人都很欣赏贝斯的温柔和善良，遇到小麻烦时都会找他帮忙和出主意。他们没有意识到困难是用来考验品格的，一旦最初的激动劲儿过去，他们就对自己说已经做得够多了，可以放松一下了。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，他们犯了停止努力的错误，并通过痛苦和悔恨吸取了教训。梅格，你为什么不去看看赫梅尔一家呢？妈妈让我们和他们保持联系。马奇太太离开10天后，贝斯提醒道。我现在太累了，梅格回答。她一边做着针线活，一边在摇椅上悠闲地晃着。那你呢，乔？你能去吗？贝斯问道。天气不好，而且你记得我感冒了。我以为你差不多好了。我身体好到可以和老李出去，但还没好到可以去赫梅尔家。乔笑着解释道，尽管他为自己的言行不一感到有些不好意思。那你为什么不去呢？梅格提议道。我每天都去了，但是小家伙病了，我不知道该为他做些什么。洛琛在他母亲去工作的时候照顾他，但是孩子的情况越来越糟。我想汉娜或者你们中哪一个应该去看看他。看到贝斯说得很认真，梅格答应第2天去，让汉娜给他们准备些吃的带过去。呼吸点新鲜空气对你有好处，贝斯。乔说道，又带着歉意补充了一句：“我本该去的，但我必须写完这个故事。我头疼，而且很累。我本希望你们中有人能去的。”贝斯说。艾米很快就回来了，她肯定能帮我们这个忙。梅格评论道。好吧，在她来之前，我先休息一会儿。于是贝斯躺在沙发上，其他人继续各忙各的，没有人再想起赫梅尔一家。1个小时后，艾米还没回来，梅格回房去试穿一件新衣服，乔则完全沉浸在他的故事里。汉娜在厨房的炉火旁睡着了。贝斯什么也没说，戴上帽子，在一个篮子里装满了给那些可怜孩子们的食物，然后走进了街上寒冷的空气中。他心情沉重，眼神里带着忧伤。
他回来时已经很晚了，没有人看见他上楼，把自己锁在母亲的房间里。半小时后，乔去母亲的衣柜里找东西，发现贝斯坐在药柜前，神情严肃，眼睛红肿，手里拿着一瓶樟脑。我的天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乔惊叫道。贝斯示意他别靠近，然后问道：你的过猩红热，对吧？很多年前了，和梅格一起得的。怎么了？乔问道。那么，我可以告诉你了。哦，乔，那个孩子死了。哪个孩子？赫梅尔太太的那个孩子，在他回家之前，死在了我的怀里。贝斯哭了起来。可怜的孩子，多么可怕的经历啊！我应该去的，乔说道。他坐在母亲的扶手椅上，把妹妹抱在怀里，非常后悔。并不可怕，乔，只是非常悲伤。我立刻就看出他病得更重了，但是洛琛说他母亲去找医生了，所以我照顾那个孩子，好让洛蒂能休息一下。我以为他睡着了，但是突然他呻吟了一声，颤抖了一下，然后就僵硬了。我试着给他暖脚，洛蒂想给他喂点牛奶，但是孩子一动也不动，我才明白他已经死了。亲爱的，别哭了。那你后来做了什么？我就坐在那里，抱着孩子，直到赫梅尔太太带着医生回来。医生确认他已经死了，并检查了海因里希和明娜，他们的嗓子都不太好，他们得了猩红热。太太，您应该早点告诉我。引号，他生气地说。赫梅尔太太向他解释说，他很穷，所以想自己给孩子治病，但是现在对那个小家伙来说已经太晚了，所以他请求医生帮忙照顾其他孩子，即使他付不起钱。医生对孩子们笑了笑，对他们很友善，但是场面太悲伤了，我忍不住哭了起来。直到医生转向对我说，如果我不回家并立刻服用颠茄，我也会生病的。不，那不会发生的，乔惊叫道，害怕地紧紧抱住他。哦，贝斯，如果你生病了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的。我们能做些什么呢？别害怕，我想不会很严重。我查了妈妈的医书，上面说初期的症状是头痛、喉咙痛和全身不适。我现在就是这样。我已经吃了颠茄，感觉好多了。贝斯解释道，他把冰凉的手放在发烫的额头上，假装自己比实际情况要好一些。要是妈妈在家就好了。乔叹了口气，拿起书，心想华盛顿实在太远了。他读了一页，转向贝斯，摸了摸他的额头，看了看他的喉咙，然后非常严肃地说，你和那个孩子带了整整1个星期，还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住在一起，他们肯定也生病了。恐怕你要的猩红热了，贝斯。我会叫汉娜来的，她懂这些病。别让艾米靠近，她还没得过，我不想传染她。梅格和你可能会再次得病吗？贝斯焦急地问道。我不这么认为，我也不在乎。这是对我自私自利，只顾写那些无聊东西而不去替你的惩罚。乔低声说着，去叫汉娜了。善良的汉娜立刻醒了过来，并马上着手处理。她向乔保证不必担心，每个人迟早都会得猩红热，如果得到适当治疗，这种病并不可怕。乔相信了他的话，心情轻松了许多，便去通知梅格。我来告诉你们我们该怎么做。汉娜看过贝斯并问了几个问题后，宣布道，我们会请班斯医生来看看你，亲爱的贝斯，然后我们就能有个好的开始。接着我们会送艾米去马奇姑妈家住几天，以防万一。
这样可以避免他被传染。你们中必须有一个人待在家里陪贝斯。我会的，我毕竟是最大的，梅格说道，既难过又后悔。我会留下，因为他是因我而生病的。我答应过妈妈会帮忙跑腿，但我没有遵守诺言。乔坚定地说。贝斯，你更希望谁陪着你？一个人就够了，我们不需要更多。汉娜从中调解道。让乔来吧，拜托了。贝斯说着，把头靠在姐姐的肩膀上，这个动作不容置疑。我去看看艾米，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。梅格说道，自尊心受到了一些伤害，尽管她也松了口气，因为乔喜欢当护士，而她自己却不喜欢。艾米激烈的反抗，声称宁可的猩红热，也不愿住在马奇姑妈家。梅格试图让她明白道理，恳求她，最后命令她服从，但都无济于事。艾米坚持说她不去，梅格放弃了努力，去找汉娜商量。在她回来之前，老李来了，发现艾米在客厅里泪流满面，头埋在沙发的靠垫里。小姑娘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，希望他能安慰她，但老李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把手插在口袋里，皱着眉头，若有所思地吹着口哨踱来踱去。然后他坐在他旁边，用他最温柔的语气说：“来吧，做个懂事的小姑娘，照他们说的做。不，别哭了，听听我刚想到的一个好主意。如果你去马奇姑妈家，我每天都会去找你，带你坐马车或散步，我们会玩得很开心的。你不觉得这比待在这里闷闷不乐好得多吗？”我不喜欢被人赶走，好像我是个累赘似的，艾米委屈地说。天哪，孩子，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不生病，难道你宁愿身体不舒服吗？不，我想不是，但我担心我已经可能被传染了，因为这些天我一直和贝斯在一起。正因为如此，你才应该尽快离开，看看你是否能幸免，换换空气对你有好处。而且，即使真的生病了，也不会太严重。我建议你现在就走，因为猩红热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小姐。但是在马奇姑妈家我会很无聊的，而且她总是心情不好。她相当害怕地回答。你不会无聊的，因为我会每天都来，我会告诉你贝斯的情况，我们还会出去散步。老太太很喜欢我，我会尽我所能对她好，这样她就不会给我们添麻烦，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了。你会带我坐普克的马车去兜风吗？我以绅士的名义向你保证。而且你每天都会来吗？你会看到的。而且贝斯一康复，我就可以回来吗？他一康复，你就可以回来？我们还会去看戏吗？如果你愿意，可以看10几场。好吧，那么我想最好还是去吧。艾米不情愿地说。好孩子，叫梅格来，告诉他你让步了。老李说着，赞许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这让艾米比听到他说让步更不高兴。梅格和乔跑下楼来见证这个奇迹。艾米觉得自己善良和自我牺牲到了极点，同意如果医生确认贝斯生病了就离开。我们亲爱的姑娘怎么样了？老李问道。他对贝斯情有独钟，而且比他表现出来的更担心。他躺在妈妈的床上，感觉好一些了。那个孩子的死对他影响很大，但我认为他只是感冒了。汉娜说她也这么认为，但是她看起来很担心，这让我很不安。梅格解释道。生活真是太艰难了，乔紧张地叫道。
抓着自己的头发。我们还没解决一个问题，另一个又来了。如果妈妈不在，一切都乱了套。我感到不知所措。好吧，弄得像个刺猬一样，也无济于事。整理一下你的头发，脱所有发水一滴你打之后，告诉我你们是否想让我给你们母亲发个电报，或者做其他什么事。老李说道，他不太能接受朋友失去了他最大的魅力。这正是我担心的，梅格回答说。我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他贝斯病得很重，但是汉娜不同意。她说，妈妈不能让爸爸一个人带着，而且如果我们告诉他们，只会让他们难过。贝斯的病不会太久，而且汉娜说，她知道怎么治疗。妈妈告诉我们一切都要听她的话，我们也会这样做的，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。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为什么不在医生看过贝斯之后，问问我祖父呢？我们就这么办。乔，马上去找班斯医生，梅格命令道。在知道他的诊断之前，我们不能做任何决定。乔，你待在那儿，我是这个家的跑腿男孩。老李说着，戴上了帽子。但是我想你会有事要做，梅格评论道。不，我今天没什么要学习的。你在假期也学习吗？乔问道。我正在学习邻居们的好榜样，老李回答说，同时飞快地离开了房间。我对我的朋友寄予厚望。乔笑着说，看着他像飞一样跳过栅栏。是的，他做得还不错。对于一个男孩来说，梅格不情愿地补充道，因为这个话题并不能引起他的兴趣。班斯医生来了，确认贝斯有猩红热的症状，但他说他认为病情不会太严重。然而，当他们告诉他赫梅尔一家的事时，他变得非常严肃。至于艾米，他同意他应该马上离开，并给他开了一种药来预防。之后，乔和老李陪他去了马奇姑妈家，老太太用她特有的方式接待了他们。你们现在想要什么？他问道，从眼镜上方严厉地看着他们。而鹦鹉则站在他椅子的靠背上，叫道：“走开，男孩子不许进来。”老李走到窗边，乔向姑妈解释了发生的事情。让你们插手穷人的事，还能指望什么呢？艾米可以留在这里帮我，如果她不生病的话。不过我毫不怀疑她会生病的，因为她已经脸色不好了。别哭，孩子，我最讨厌听人哭哭啼啼的。艾米快要哭了，但是老李在没人看见的情况下，拉了一下鹦鹉波利的尾巴，它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，然后滑稽地喊道：“乖乖隆地咚！”这让小姑娘笑了起来。你母亲的情况怎么样？老妇人唐突地问道。爸爸好多了，乔回答说，努力保持镇定。哦，是吗？好吧，我不认为他能撑多久。马奇总是身体虚弱。哈哈，永不言败。来点鼻烟。再见，再见。波利喊道，同时在椅子的靠背上跳舞。最后，他用爪子抓住了马奇太太的帽子，而老李则在后面怂恿他。管好你的嘴，没礼貌的鸟。你呢，乔？最好现在就走。一个女孩子这么晚和一个冒失的男孩在外面是不合适的。管好你的嘴，没礼貌的鸟！波利尖叫道，然后从椅子上跳下来，开始啄那个冒失的男孩。他忍不住笑了。我想我受不了，但我必须试试。艾米独自和马奇姑妈在一起时对自己说：“走开，稻草人！”波利喊道。听到如此粗鲁的话，艾米忍不住哭了起来。